台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肾衰竭的哈？第一名的原因是糖尿病，那个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到台南读书之后，所有的那个吃啊喝啊，其实妈妈已经掌控不了。4年回来之后，哇，我吓了，他整个胖了20公斤，那所有蛋白尿那些都失控。他说他1个礼拜大概吃4到5杯含糖饮料，手摇饮，他已经先天有一些发炎了，就容易造成这种肾衰竭。再来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大家早餐都很爱吃的。完全不咸啊，也不甜。医师说钠含量也很高。有时候你吃了一个早餐，可能超过你整天2400毫克钠可以摄取的1半以上，甚至超标。大家好，我是何玉。你知道有些食物吃起来不咸，其实却非常伤肾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类酸酸甜甜的食物，你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踩中了这个高钠地雷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病患公认最强的肾脏科名医洪永祥医师，要来帮助大家保住自己的肾功能。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医师，大家都知道长期吃太咸的食物会导致洗肾，甚至高血压。但其实医师最近有出到一本新书，对不对？然后书中有提到说，在台湾目前第1名伤肾的饮食居然是吃太甜。大家现在人人一杯手摇饮料，其实是超危险的，对不对？没错。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在生活当中就误踩伤肾的地雷，所以我出那一本叫《肾脏求救中》，事实上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哪一些状况下你很容易误踩地雷。台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肾衰竭的哈？那第1名的原因是糖尿病。那糖尿病大家想到就是吃太甜啊，就是我们大概有46% 的洗肾病人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那第2名的原因就是吃太咸。其实台湾洗肾第2名的原因叫高血压。那所以老一辈跟我们讲，你吃太咸，你的肾脏就会受损哈。医师是有遇过就是一些印象深刻的病患吗？这件事我就想到，有一个案例哈，那个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他是先天就有一种蛋白尿，那叫慢性肾丝球炎哈。那他的肾功能哈，蛋白尿那些都控制得很好。大家知道那种慢性肾丝球炎哈，会跟你一辈子，我们只能用药物去控制他的蛋白尿，减缓他的衰退。那结果因为他考上的大学是考到南部的大学哈，那在台南读书，那他到台南读书之后，所有的那个吃啊喝啊，其实妈妈已经掌控不了。4年回来之后，哇，我吓了，他本来的肾丝球过滤率，这就是肾脏的分数，还有90分，突然掉到剩下28分，哇！而且他整个胖了20公斤，那所有蛋白尿那些都失控。那后来我问他，其实他说他1个礼拜大概吃4到5杯的那个含糖饮料，手摇饮。那我跟他讲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他已经先天有一些发炎了，再吃一些超甜超咸的食物，就容易造成这种肾衰竭。后来当然回来台北之后，他妈妈又盯着他的饮食、睡眠这些习惯之后，他肾功能又慢慢恢复了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很注意，吃太咸、吃太甜都会很快就伤了你的肾脏。刚刚讲到这个含糖饮料的部分啊，因为其实年轻人都会觉得很无感，因为他们大家就是我其实这样1个月喝下来，我身体也没有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啊。但是其实刚听医师这样讲下来，其实1个礼拜喝到4到5杯，就会影响到你的肾功能了，对不对？对，大家很难不喝啦。但是如果一定得喝的话，医师会建议说大家点无糖吗？或是建议大家奶类少摄取？没错，我们常说很多珍珠奶茶这种手摇饮很恐怖哈，精致淀粉哈，还有一些含糖量、热量都太高。一杯珍珠奶茶700cc 左右，可能高达700多卡，那就一餐的热量，而且很多都是精致淀粉啊、果糖这一类的哈。你喝任何一个饮料，喝完之后口干舌燥，那个就是有一些加工物，有一些含渗透压的进入你身体里面，所以那个都是不好的。你问肾脏科医师，一定叫你喝白开水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答案大家一定都不满意嘛，所以我会建议像一些无糖绿茶、黑咖啡、一些樱桃汁、蔓越莓汁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就是比较不伤肾的而且是天然的，这个会比较适合。但是也是建议大概1天不要超过1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咖啡因啊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我找出来比较不伤肾脏的一些饮料。再来要问一下说，大家平常很喜欢吃饼干啊，但这些食物虽然不是很咸的食物，但同样也是钠含量很高啊。钠含量高，大家就想到很咸嘛。可是常常像一些柠檬夹心酥，你看酸酸甜甜的，可是你知道吗？你可能吃的那个一片的那个夹心酥饼干，它的钠含量也是爆表，爆到700多毫克。每天钠含量不要超过2400毫克。那还有一些巧克力夹心酥，一样这样高达500多毫克的钠含量，那个都太高了。而且大家通常是吃完午餐后，下午茶会再吃那些饼干，所以这个钠含量摄取又过多了，对，没错。再来让我非
常震惊的是，大家早餐都很爱吃的吐司，吃起来完全不咸啊，也不甜，但医师说钠含量也很高。我们就讲白吐司好了，白吐司常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维持它的筋性啊，比较好的一个口感，有时候会加了很多的钠含量。早餐都吃厚片的吐司，那有可能高达600-700毫克的钠又吃进去了。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不是吃白吐司啊，我们一定会沾果酱，我们会包cheese，我们再加了一堆东西，哇，那个钠含量更爆表。有时候你吃了一个早餐，可能超过你整天2400毫克钠可以摄取的一半以上，甚至超标。那如果说你已经早餐就吃了很多了，你要增加多排掉，所以水一定要多喝。然后中午晚上可能就不能吃那么咸的食物了。刚刚早餐讲到吃吐司，其实大家早餐也很喜欢来一片起司，对不对？那起司这个也很多人会当零嘴吃，这个是钠含量也是非常高，要特别小心的，对不对？对，其实 cheese 的钠含量也是名列前茅，你可以试着就不加任何东西，你就生吃一个 cheese 来看看，哇，那个是非常咸的那当然 cheese 它好处，它是一个蛋白质牛奶制品类的还算营养的一个食物，但是它真的非常咸千万不要把 cheese 当作健康的零嘴给你的小朋友吃那小朋友的肾脏还处在一个发育当中，你吃了太多的钠含量，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肾功能所以要特别小心。那刚刚讲小朋友的话，老人家的话吃起司是不是也要特别小心啊？老人真的要怕肌少症，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豆、鱼、蛋、肉、奶都算优质蛋白，其实算奶制品嘛，优质蛋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多方面的摄取。其实我们说钠不是不需要的，钠身体也是需要，只是不要过量你如果吃 cheese 的话，一样的，你其他的食物就不要吃那么咸了不要超过1天的总钠量。那如果说吃太多的钠，甚至会咸死人，这个是真的多年前曾经发在新北市有一个那个妯娌之间的那个杀婴案他就是加那个钠盐巴加在牛奶里面给小朋友喝，就喝到最后小朋友高血钠就过世掉所以咸真的是会咸死人的想每个人都有经验嘛，吃太咸你马上有几个一个想要喝水，口渴的感觉就是身体给你的讯号，你的血液当中渗透压太高了，我必须要喝水来稀释它那另外一个女生比较容易，比如说你前一天去吃一个火锅吃得很咸，隔天早上为什么眼皮浮肿、脚水肿所以钠离子高很容易积水水肿浮肿，这个也是要小心另外一个吃太咸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叫做脑雾就我们会觉得昏沉沉的因为渗透压高会让那另外一个血压也会上升会造另外一个要观察就是频尿，你就会一直上厕所所以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都要小心有可能是你血液当中的钠含量已经过高了。那医师刚刚讲到水肿这件事情，那像脚水肿啊、眼皮水肿，这个可以怎么样子来消除这个水肿吗？当然要去查到底是病理性水肿还是生理性为水肿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心脏坏掉了我们的肾脏坏掉了我们的代谢的问题都会造成水肿这个叫针对肾脏就要治疗肾脏、心脏。但是很多的女生她可能也是早上的时候是眼皮水肿，到了下午哇，她体重重了2公斤，然后下次那叫生理性的水肿，这个在很多的女生都会超过50% 都有这种情形那这种一个就是不能吃太咸，另外一个就是要健康的食物，多喝水，另外就是运动运动让你循环变好，就会把更多的水分经由你的肾丝球就代谢出来了。那再讲完吃的其实市面上大家很喜欢喝的运动饮料跟汤，其实这也是高钠的代表没错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运动饮料？它为什么叫做运动饮料运动完之后我们会流汗嘛，流汗大家讲说除了水分之外，就是2个电解质，一个叫钠，一个钾会从我们的那个流失。那如果我们只是运动，然后那个补充白开水，没有含钠含钾，可能你的钠跟钾就会下降了。所以以前当兵的时候说你去运动去出操，你可能要加点盐巴在里面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在运动，你也没有在流汗，你只是平常你就把它当作白开水喝，哇，那你会补充太多的钠跟钾，而且现在很多运动饮料会让你的味道变得更好，还加了一些糖分在里面，精制糖、果糖还有一些有味道有香味，所以这个没事如果你没有运动，你就喝白开水就好了运动饮料是要在那个有运动的时候再补充，在运动前可以先喝个白开水，大概喝一杯250cc， 然后之后每30分钟要再补充250cc。那如果说你并没有流很多汗你就补充白开水，但是你如果大量流汗，我建议你就可以开始补充运动饮料那你说我运动还是有流掉一些电解质怎么办？其实我们在吃3餐的时候就会补充到很多电解质的所以不见得说一定要从运动饮料去补充。那
其实刚刚这样讲完啊，在我们生活中有好多美食都看起来没有办法吃了，或者是吃完之后可能真的要大量的喝水这样子。那有没有哪些办法是能够让身体加速来排出这个钠离子的吗？其实钠离子在几个地方可以排出来。我刚有不小心的时候就有讲到了一个，就是流汗。我们流汗可以流到低血钠，所以每天要运动就可以。如果你吃很咸，运动流汗。还有小便、大便都可以排掉一些。有人拉肚子有没有？急性肠胃炎拉到低血钠、低血钾，就要赶快去打点滴啊，里面补充电解质你在拉肚子的时候，医师跟你说你已经可以开始喝水了，就补充一些运动饮料吧，因为拉肚子也会拉掉我们的一些钠所以不能便秘你便秘的时候钠离子也会比较高。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刚刚讲，不管是流汗、大便、小便，它不会自己不见，它一定要靠一个介质叫水。所以讲了半天，你还是要多喝水你是60公斤，6318，6424，你就要喝1800cc 到2400cc 的白开水。假设你要喝个2000cc，最常见大家都说2000cc 的水，你可以给它分成8杯，一杯大概250cc。起床的时候先喝一杯，因为唤醒你的肠胃，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没喝水嘛，很多人说清晨的时候身体最缺水，很容易中风啊、心肌梗，所以早上你可以床头放一杯，然后大概喝个250cc， 然后3餐前可以再喝点水，喝一杯水，那这样就4杯啦。因为为什么这3餐前喝点水？第一个，我们现在都吃太多了，你喝水食量就不会吃那么多，可以有饱足感。另外也可以，我们开始喝水就启动我们整个消化功能了所以这个是好处。然后你在中间再各穿插个1杯这样子其实8杯每杯250cc 很容易就达标的。然后多流汗，然后从小便从大便排掉，你就发现你的那个水肿就消失了。那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吃进很多的钠，身体会出现一些立即性的变化。那如果是长期呢，累积1年、5年，甚至是10年，身体会出现哪些的问题啊？医师？哇，那个长期高血钠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可能所有的慢性病会超过你的想象一般人我们想象的说，哎呀，你吃那么咸，久了之后就会高血压所以久了一定是会高血压，这个是大家可接受的那另外一个会伤肾脏肾脏就不好。可是你们一定很难理解到，其实吃太咸一样会产生糖尿病吃太咸也会，这个跌破大家的想象他们做研究就是说，我们在处在一个很咸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胰岛素阻抗一样会上升，然后会造成你的那个第2型的那个糖尿病。那吃太咸也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你吃很咸的时候，你的很容易感冒。那吃太咸的时候会诱发我们的痛风，那吃太咸会产生胃癌、骨质疏松，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早发性的失智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文献科学的研究所以真的不要吃太咸。天啊，真的太多了那怎么样的状况会真的需要洗肾呢？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心脏停止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人工心脏，不然你马上死亡。那肝脏我可能要给你一个人工肝脏，我们肾脏坏掉了，我们又要给你一个人工肾脏。其实它就是用一个东西去替代你原来的肾脏，所以叫肾脏替代疗法。而肾脏替代疗法目前大概有血液透析，就是我们说的洗肾；腹膜透析就是从肚子去洗肾。那另外一个叫换肾只有这3个方法。那我们的血液透析就是我们讲说从血液当中用一个人工肾脏把你的尿毒素给清除。我们所谓要洗肾是说你已经到末期肾病变，你的慢性肾衰竭已经功能一直衰退到你肾功能剩下10分以下已经你3餐每天都会喝水，吃到一些毒素没办法代谢，就要靠血液透析来肾脏替代疗法所以这个是叫做已经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变才需要洗肾。这时候也就代表说他的肾功能就没有办法再逆转了，对吗？有少部分洗肾洗了1个月之后，他就突然不用再洗了，的确有这样的案例那这种叫做我们要分是慢性肾衰竭还是急性肾损伤，这2个不一样的我们想说大部分90% 以上都是经年累月20-30年，因为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蛋白尿的破坏肾脏就慢慢萎缩掉了，像硬掉像石头一样没功能了。所以这个会不会这就要一辈子要洗肾了？除非你又可以新的肾脏长出来，但是目前没办法长出新的肾脏来。那我们想说的确是有人洗了1个月他就不用再洗。什么叫急性肾损伤？他可能去年前年肾功能都还正常，突然他减肥吃错药，或者说吃到一些止痛药，肾功能突然急性恶化，或者说这一次很多时候有一些COVID-19 的感染，它有肾功能突然掉下去了，它是暂时性肾脏休克掉了，没有功能。那等我们的感染治疗好了，一些伤肾的药物停止了，它又慢慢恢复功能
这时候就不用洗肾了所以你要看是急性肾损伤还是慢性肾衰竭。了解。其实今天听完医师讲会让大家就是有一种警觉，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大家觉得不甜甚至不咸的食物，其实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那就算你吃的太咸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多喝水，钠离子去加速它排掉。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为止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